欢迎来到5分钟项目管理 PMP 系列。今天我们讨论一下项目管理的管理效率问题。所谓效率就是指单位投入的产出。比方说你投入了一份的资源，最后产出多少的效果。那么我们项目管理的管理效率到底高还是不高呢？这是个蛮有趣的问题。先说一下结论，项目管理的管理效率绝对比不上你们公司的这个流水生产线。这里是一条流水生产线，和中间的这个制成品在这个流水线上面跑，一道一道工序的把它给做下来。那么流水线它是算节拍的，算节拍之后呢，它能够保证第一，每个人呢他的工作不会那么的空闲，一直在那儿等待；第二，每一道工序呢它不会变成一整个生产线的瓶颈，就是那个在制品在它那个地方堆积，它来不及做，这种呢它的效率才会高，非常非常的高。既然生产线的那个效率这么之高，那为什么我们不把所有的事情都把它变成一种生产线的方式，或者类似于一种生产线的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说，生产线的这样的生产方式，它有两个大的前提啊。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线上面生产下的一些产品，我们假设它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产品，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产品把这个做出来，对于我们组织来说就是有价值的，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就是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结果做出来的这些生产手段这个手段是非常的明确并且是有效的。你只要按照这样的工序每个岗位呢都达到自己要求，那么最后做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所期望的那个结果，这样的两个条件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这两个条件并不总是成立的。咱们来看一个实际项目的例子，假设我们要修一条高速公路，我们自然首先需要考虑说，我这条高速公路是从哪里修到哪里，大概多少的公里。然后呢，我们需要考虑修这条高速公路呢要花多少的预算。然后呢，我们要请人来帮我们做勘探、做设计、做建造，然后直到最后的交付。那一般在我们中国修条高速公路的话，每公里的成本便宜一点的大概3、4千万，修起来稍微难一点的5、6千万，能够到达1个亿，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那个困难的一些项目了。为什么他们之间的差别那么大？因为每条高速公路它修的地方不一样，那么我在修这条高速公路的时候，他们的难度就会有些不同。比方说，从这个2、3千万到1个亿，他们之间这个每公里的成本的差异呢，差了几倍。像修高速公路的这种情景，因为每一条高速公路修的地方都不一样，碰到的困难跟问题都不一样，它就不是用一种生产流水线可以去 handle 的这样一种情景实际上我们在谈效率的同时，我们另外还要关注效果这个概念。所谓效率是什么意思？单位投入的产出，这个叫效率。效果是什么意思？产出的那个结果正好是我所需要的结果。如果你不关心效果，不关心那个方向然后你仅仅只关注效率的话，那你做的越快，效率越高，最后我们错的就越远。到最后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能用的东西，投入进去了那么多的一些成本结果转化出来的那些产品呢，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就全都变成是一种浪费像生产线的设置，它所关注的就是效率。因为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做出来那个产品是我们的市场所需要的，而我只要按照生产线所设定这种方式把这个做下去，最后呢总是能够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结果。所以它面对的是一种非常非常简单的、风险程度非常低的这些工作除了生产线之外，我们工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这些工作。我们要么呢用生产线的方式去处理，要么呢用那个叫做标准的操作流程，就是 SOP 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它的效率很高而对于那些比较复杂的、风险程度比较高的工作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这种项目管理的这种方式。再比较具体一点，放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内容当中，你像典型的一些项目什么新产品研发，对不对？它那个开发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是新产品导入把它导入我们的生产体系。那或者说我们整个管理流程的这样的一些 re-engineering 或者是像建一个新工厂之类的，这只是举些例子这些都被认为是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项目。那么像会计记账这一类的，像什么保洁啦、安保生产线的管理甚至 IT 维护这一类的，咱们看这两类工作的这些差异，我们会发现项目的工作往往都是跨领域、跨职能的工作，风险程度比较高。而这个 ongoing operations 那类的工作往往就是局限在某一个职能里面就可以搞得定的。然后呢，我只要用那个标准的操作流程，我就可以去那个规范它的一些工作
基于前面我们的一些讨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项目管理呢，只适用于某一部分工作，适用那些跨领域、跨职能的风险程度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内容。而对于那种很简单的一些工作内容，风险程度很低的工作内容，我们不要用项目管理的方式来处理。你用项目管理的方式去处理它的话，反而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把这个复杂化了，那个是没有必要。那你说我偏偏想要用项目管理这种方法去管理这个保洁员处理，可以不可以？哦，没有人拦着你啊，你偏要这么玩的话嘛，也没什么大不了啊。那有没有好处呢？可能也有点好处的，可以让我们这个保洁工作呢做的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这个上台阶啊，越来越高大上。但是我是觉得说，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付出的代价跟它不成正比，所以邓老师非常非常的反对为项目管理而项目管理。感谢收看邓老师5分钟项目管理 PMP 课堂啊，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期的主题是项目管理到底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哎，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主题啊。您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一些动力，欢迎对本视频中的内容和观点展开讨论，更欢迎反馈需要讨论一些主题，我在后续的课程当中把这个做进去。请点击关注，及时获得邓老师5分钟项目管理课堂的更新通知。我们下期再见。